大家好，我是机学教育青铜老师。我们这一节课讲一下这个洗脚盆的一个片体分模。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啊，产品在拿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做的就是一个分析形状、斜率，选择我们的一个看模方向。做这个分析呢，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位置。一个颜色区分，也就是得到我们的一个分析面。那我们看到这里以后其实我们正常的呢还有另外一个步骤，就是说确定于我们的一个哪一个部分属于前模，哪一个部分属于后模。这一种分析的这种软件的分析它只能够大概的一个判断。比如说这样子得到以后，我们能够得到2个颜色，是吧？大家所看3个颜色，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洋红色，还有一个蓝色，还有一个绿色。那其实呢，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洋红色就一定能够代表它是我们的一个前模部分吗？不是的。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产品需求、产品要求去判断。比如说这个产品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为我们的一个前模，我们这样子去看，是吧？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一部分，我们的这个产品它会怎么样？它会把我们的前模呢包死、包紧会连到我们的前模。那我们在前模的位置就连紧的时候，我们就会设计我们的顶出装置，是吧？也就是说在这个面里面呢，我们会设计我们的一些顶出，那会让我们这个原本比较平整的一个产品造成了一些凸点。那这个里面呢，我们是要放脚的，是吧？如果说大家放进去以后感觉到高低不平了那别人还会买别人的产品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一个产品呢，我们正常的会把它翻过来，在设计整套模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倒装模，翻过来设计它把我们的顶出装置和我们的一个近焦点都翻过来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唯一的一个点呢，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这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另外的位置这个颜色都很分明，是吧？我们的分析面为了保证我们的一个外观这一个面是外观，所以我们的分析面呢肯定是这样子的，绿色面肯定是走底下这一条线的这个是不用想的，因为我们保证了我们的外观。如果说你把你的分析面定在上面这里也可以，是吧？但是这样子呢如果说我们不考虑一个产品的要求，它是对的。但是我们考虑产品的要求，如果说你把分析面定在这里，那这里万一跑披风有毛刺，那这个位置呢会对我们的外观进行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在上面这个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多条分析面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的一个理由。那在这里做完以后，我们剩下的像这样子的没有任何的孔需要我们去补除了这个位置以外，那我们像这种产品呢，我们可以用快速的分模的方式呢，大家就不要想着直接去补这些孔了，没必要。那我们把它返回到我们的一个一个着色状态，我们直接去抽取我们前模的这个颜色，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蓝色面。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面属于我们前模的颜色当然在这里而言呢，我们这一个面也算这个绿色的面，是吧？这里的绿色面也是从这里开始，这里走着走着往上面走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抽取出来。那在这里抽取呢，我们选择我们的分析，选择我们模具部件认证，在这里呢找到我们的检查区域，同时选择我们的看模方向选择我们 JC 轴。然后当我们选中这个产品它是亮色的时候，就是说它是选中的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点击这个计算。这个东西呢时间稍微要长一点点尤其是当我们的产品的面比较多的时候。计算完成以后，不要着急的去点应用确定不要着急我们再选择这个面，选择这个面呢，它有一个拔模角限制。拔模角限制呢，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分析形状斜率我们所设置的那个负 0.1 正 0.1， 是吧？那在这里呢，我们肯定没有正负之分的大家呢直接把它设置为 0.1， 然后在这里呢设置所有面的颜色一定要点上。那大家能够看到，是吧？已经区分了。然后我们再到区域这里一个定义区域，
这里呢设置区域颜色，选择完成以后，我们可以点击确定。那这样子的话，大家能够看到我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颜色，是不是只有2种颜色了啊？我们没有原来的3种那种绿色的，我们把它去掉，不需要啊。当然这也是2种不同的状态啊。如果说大家把它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分析状态，它还是有的啊。那我们做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剩下的把这些颜色我们是不是抽取出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平时大家都是先把外面的面做出来，我们才去抽取里面的。那像这种里面的啊，没有任何孔需要我们去补的，大家可以直接去抽取啊。在插入里面呢，我们选择我们关联复制啊，抽取几何体。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选择常规过滤器颜色过滤啊，我也选择这个颜色，我不知道它的编号，点击在下面呢有一个从对象继承，选择这个面，然后呢再点确定，再把产品我们全都框选。框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有一部分多余的，也就这个面它是多余的啊，包括这一边同样的它是多余的，所以多余的位置啊，我们自己呢要学会去判断，把它不要的。同时呢，我们抽取完成以后，我们在边界选择了特征移除参数啊，去除一下我们的参数。那我们多余的位置我们可以直接删除这一个面，是吧？还有呢，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面。那同时得到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呢，为了我们的操作方便，我们可以把它移动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图层去。看自己的一个工作习惯啊，这个大家还没有上班的时候，就是你们的一个工作习惯啊。如果说工作了，那这个图层呢是有要求的，根据公司的一个要求去定做，放到哪一个图层啊？那我们做这样子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从最简单的位置啊开始去做，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啊，最简单的位置。复杂的呢，做着啊，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信心。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能够看一下一个大概，看一下哪里会不会有间隙啥的啊？这个位置呢，我们能够看出来是吧？它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间隙值。那这种间隙呢，我们在这个图纸里面先去看一下产品，我们是不是漏出了？这个产品呢，它这里就只有2个面，是吧？那也就是说，我们所抽取出来的片体在这里呢产生了间隙值。那这种间隙值在产品上面它是没有的，那就只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位置我们显示有问题。那这种显示有问题的，就不是图纸有问题，我们在视图、布局、更新显示，或者说重新生成，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当我们通过这一种更新显示和重新生成，我们得到的还是一个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有间隙的位置，那这种东西就可能是产品设计师在画图的时候一个软件和我们 UG 的这个软件的一个间隙它是有区别的。所以碰到这种东西呢，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插入里面选择我们的组合，在这里呢找到这个缝合，把这2个面我们可以尝试着缝合起来，用 0.0254我们 UG 的一个公差值，最大公差值确定。当我们缝合以后，大家能够看到它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位置是吧，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那这个位置呢，就不是我们所担心的一个问题点只有这2种问题要么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显示问题，要么就是说这个公差的问题，我们用缝合的方式能够解决当然如果说通过这2种方式还解决不了了，是吧？那这个位置呢，肯定是你自己在抽取片体的时候我们漏选了。那我们从外围的这一边开始来做，这一边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片体，是不是？那这种片体呢，我们直接把它做延长就可以了。在我们的一个修剪找到修剪与延伸，把它加长250，我们就做250吧，好吧？这个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个部分。那这一边呢，同样的有一个这样子的片体，我们还是一样的再插入修剪与延伸，我们做一个
走长的。还有下面的这一边同样的一个方式啊。那这一种我们做了一个延伸，大家有看到吗？它和我们的这个面它还是两个。本来我们如果说从这个面的基础上面做一个延伸的话，那应该是一张完整的面。但是我们现在所做出来的这个面和这个面呢，延伸出来的面和这个面呢，它是两个面，也就是两个单独的一个面。那这样子的东西呢，一定是我们的产品的这个面或者说产品有一点问题。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看这个产品呢，这个面我们是不是规则的是异形的。是异形的，那这种东西呢，我就不去做一个延伸了。那我们在这里呢，我直接去做一个拉伸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延伸到后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这边也直接拉过来，包括这一边，好吧？这一个位置呢，感觉我们就它是不是平的？这个面呢，我们就先不去拉吧，好吧？就直接做到我们的这一个 XC 方向那上面呢，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它有一部分呢是多余的，是吧？多余的部分呢，这一节蓝色面多出来这一节，我们把它去掉。那我们在这里呢，选择我们的插入，选择修剪片体我这里呢选择是要保留的区域，所以我要保留我鼠标点的第一点，选择目标体。我选择这一边，千万不能够选择这一个区域如果说我点击这一边，那就是我保留的是这一边了，因为我现在是保留的状态，所以我要保留的是这一边，我应该点击这一边。那我点这个位置，再选择对象就是说边界，那我们是以这一根线为边界去切掉它，那得到了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接顺的一种程度接触。那这一边呢，我们有一个片体在这里，那这个片体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给它进行一个延伸了。修剪与延伸这一边呢，我们能够延伸能够延伸呢，那就是可以的。这边呢，我们做过来一点，因为它中间没有接到，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阿角呢是一个不规则的，这个面呢也是一个斜面所以我们这边呢把它延长一点，20个毫米。这边呢，我们同样的再用我们插入修剪片体的方式，选择保留的这一边，把这一边呢去掉。那这里的断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是什么？证明我们这个位置是有问题，也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一条线比较短，那一定是漏掉了，所以再把这一节的点上。那我们这里呢是切掉，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分形面，是吧？剩下的呢，再把这一边呢，我们把它接出来。这一边接出来，这一边的一个状态呢，我们看一下把产品拿出来，千万这个位置呢不要接错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呢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带边找色分析状态我们现在所抽取的那个片体在哪里？在这里，是不是？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是做到哪里好像也是只要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外观的一个位置，是吧？连接着 R 角的位置，外观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把它做在底面那也就是上面的这一部分先把它呢连接起来。那这一部分连接起来了，我们不要去想什么网格M 边是吧？你做出来的都是另外一个面了。那这个种方式，你想要做的好看，做的漂亮，直接用修剪与延伸就可以了。把它加长比如说我这里延伸到20，它就已经合起来了。至于这里呢，还有一节位置，先不用着急，不去管它那这边呢，同样的，我们是去做一个延伸200我这里是做了一个250，这个数据不是特别好听这边也是一样的，做一个延伸。这边呢多了一节，是不是？这个片体呢，我们可以不要了，因为我只做到这里那我们同样的，这边呢也是做一个延伸，这边做延伸，这个位置做延伸。这一种位置在这里呢，我们
看到啊，我们选取这两个位置的时候，中间岔开了，也就是说有间隙，那你把这个一条边啊也选中，它就会改善这种情况。那这里呢所得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分型。同样的啊，再来看这一边，这一边的这种情况呢，我们 R 角的位置啊，可以先不去管它，先把这一部分做一个延伸。啊，因为这个 R 角呢，跟我们刚刚那样子的位置，一般的我们分模的时候啊，碰到这一种 R 角，大家先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R 角它一定是由两条边所组成的，这一条和这一条，它两条边连接起来才会产生这个中间的这个 R 角部分。所以我们只要把两边做好了，如果是中间的 R 角啊，它实在是不规则的，我们有的是办法把它做出来。就算它本来这个东西不行，我们可以把它删掉，自己去做一个也是可以的啊。或者说呢，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曲线网格，是吧？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出来啊。我们要的重点是这两个东西，只要当这两条边形成了，它才会有产生 R 角的可能。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个啊，就是说因和一个果的关系，这样子呢，我们去设计的时候，我们的思路才会更加清晰。那同样的，这一边的一个位置，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做一个修剪与延伸，把它做出来。那这样子延伸以后，大家能够看到啊，我这个面呢好像又是这样子的，本来是一个面的，它变成两个面了，所以我又放弃了它。啊，放弃它干嘛呢？我在这里呢，直接去用我拉伸的方式，选择插入啊，在这一个呢，设计特征选择拉伸，拉伸的方向我们选择的是 YC 轴，负 YC 轴。那我们把它呢替换过方向做过来，然后呢选择这一条。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啊，它没有接触到，没关系，先不去管它。还有呢，上面的这个 R 角，同样的给它出延伸。那这边呢，我们用一样的方式吧，好吧？这里就做一下算了啊。本来看一下它，感觉又不像镜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边都没有问题，但是这里呢就有间隙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了保险起见啊，如果说去偷懒的话呢，会有一些意外的风险啊，那我们就不去偷懒了。那这边呢是延伸的，是吧？这个位置我们开始所做的，再把它这里呢，我们把它接顺，把它呢这边呢往这边延伸一点，啊，延伸10个毫米还不够啊，再延伸过来，延伸过来以后，我们把它多余的位置呢，又要把它去掉，是吧？我们还是用插入里面的我们的一个修剪片体，选择我们要保留的，再选择这个边界啊。这里呢，我们短了一截，选择应用啊。这边同样的要做一个延伸，那这一个重复的这些命令啊，我就不去在这个上面呢点这个快捷，点这个菜单栏了，好吧？做一个延伸，然后呢，同样的又修剪片体的方式啊，把这一部分呢，我们把它修剪掉。那中间的这个位置是吧？大家所看到的这样子的弯弯曲曲啊，看起来那个很难受的。那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去观察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形状和一个轮廓。偷懒呢，我们在正常的时候，我们要这种东西呢，有的时候啊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另类的一些学习知识的。比如说这个产品的这个位置啊，如果说老老实实的老实人是吧，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直接做出来做一个延伸。但是这种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能呢会让你们很失望。这种呢像海难一样的东西，所以要想呢把这个东西做得快又做得迅速啊，我们看一下它。能够得到的啊，我感觉这个面呢，在我的眼睛看来，它是一个平面，是一个平面啊。当然，如果说大家确定不了，你们也可以用你的坐标，用软件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评判
啊，我的这一个弧形的一个起点在哪里？在这一个位置啊，是吧？然后当我们在这里做完以后啊，这个就广告哦，我们再来点这一边，用我们的信息点找到这一边的点，那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 Z 轴，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0啊，也就是说证明这两个点是在同一个高度上面，也就是它是一条水平的。那既然它是水平的，那就很好处理了，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插入里面找到我们的曲线，找到我们的直线，我们直接以这两个边缘的点直接画一条线。我们初级的刚刚开始学的啊，大部分同学都觉得啊，老师你这样子去做是吧？大部分都是老老实实的跟着产品的分析面去做。但是有个时候啊，我们的思路呢要灵活一点，我们只要保证我们的结果是对的，那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少去做一些步骤，那这个呢是正确的。再以这一个线，我们就做一个拉伸，往这边进行一个拉伸。那这大家能够看到，我所拉伸的这个片体和这个位置它是有接触的，但是呢，它也有一部分是多余的，是吧？从这个位置开始，里面都是多余的。那既然它是多余的，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放出来，让它所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片体啊，和我们的产品呢，求一下差，不就好了吧？这个位置呢，我们求差呢，它不允许，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点击求差，啊，它不允许，那我们怎么办？直接用修剪片体的方式，点击它，点击这一个，选择这条线，再选择这一条。这个位置好像这个产品这个位置了，看一下啊，再来选择这一边，再来选择这里，啊，选择应用，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不是切掉了啊？所以当我们求差求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啊，一个片体，那我们呢再把我们的产品呢隐藏掉。这个线呢，辅助线我们也可以删除了。那这个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分析面。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边，这一边的话呢，跟这边呢是一样的一个做法，是吧？我们直接呢去做一个拉伸了，包括这一个小的，还有这一边。这一边的话呢，我们记得在这个位置我们是能够去做一个延伸的，是吧？这个多余的位置我们不要，我们先把这一部分呢做一个延伸啊，做出来。这一边呢，然后呢再整条的我们就给它做延伸出去，还记得是多少吗？250啊，这个数据。这边包括中间的这个位置，我们全都给它选中。边上R角，选完以后，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位置还是要进行一个修剪，是不是？把它修掉。那这样子就得到了我们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分析面，一个完整的一个分析面。啊，可以看一下。那当我们做到这里以后，我们要把我们这一部分，包括这里啊，是有一个有问题的点的。我刚刚呢是进行了一个缝合。啊，看到它没有问题了，我又给它返回了，是不是？那我们把这一些分析面全都做完的时候，我们现在再去进行一个缝合，在我们的插入里面选择组合，选择缝合，我们把所有的面全都进行一个缝合。这个公差值呢，我们选择 0.0254， 做大一点，选择确定，啊，选择确定。
其实选择确定呢，对于我们而言呢，我觉得呢是一个稍微有问题的一个点啊。像这种另外的一些命令呢，我们可以直接去选确定，因为点击确定呢，我们这个菜单栏呢会消失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缝合选辑这个产品，当我们点击应用，它会出现我们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菜单栏，这个命令的菜单栏它还会存在。是吧？它也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线条，但是如果说我们点击确定，那这个菜单栏呢会没有了，这个边上的线条也有吗？没有了啊。所以用这个缝合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省一个步骤。我在这里呢，我们就不点确定，只点应用。那我们点击应用呢，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这个位置啊，看到没有？有那个多余的位点啊，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在修剪它球叉的时候就看到了，是吧？这个位置呢感觉好像是有问题的，但是显示这一种线条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位置确实有间隙值，第二种呢就是这个位置它多了我们的一个片体。我们可以呢更新一下，看一下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既然它这里有问题的啊，我们把它取消一下。另外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啊，在原本我们产品有位置的这个地方，视图布局更新显示啊，如果是这样子看不清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分析里面检查几何体，选择它，再选整个面框住检查几何体，在这里的片体边界打上勾，然后呢这个高亮显示结果打上勾。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位置呢实际上面呢它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有问题的就是这一个点，左右两侧啊，一开始所说的。那我们把这个面呢给它取消缝合吧。再插入这里啊，组合取消缝合，这一点点啊，再把这一个面呢也取消掉啊，反正是这两个有问题的位置，是吧？做分模的时候呢，碰到这种问题呢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只要正常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处理掉就可以了。像这个位置呢，我们能够看到，感觉是两个片体啊，好像有一个位置变形，然后呢有一个位置凸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把它多余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切掉啊。当你选择这个边线选择不到的时候啊，它变形了，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用修剪片体的方式选择保留的，我们选择这个边线，看到没有？这边的边线能选中，但是这一个斜的它边线呢，我们选不中了的状态的情况下面，大家怎么样子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切另外一个试一下啊。看一下选这个能不能选中这个能选中。如果说还选不中那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去把这里的做起来。现在再来缝合一下这里没有问题了，看到没有？它没有我们的一个边线了因为这个位置变形这个产品在这里，这一边呢也没有了。那我们再把它另外的位置和它一起进行一个缝合 0.0254。 OK，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应用能够得到外围的一整圈才有这个虚拟的这种线条。那这种虚拟的线条在这里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边界，如果说当我们两个面连接的地方之间它出现了这种边界的线，那证明我们这两个
片体之间它是有间隙的。那我们能够看到啊，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是吧？啊，这个位置呢，这个间隙值呢也消失掉了。那我们得到这里以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分析。啊，把我们的产品呢放出来。这里呢还有一个61啊，像这一种坐标呢，一般的图纸导进来以后，会附带一个这样子的坐标轴，这样子的东西呢可以删除的啊，没有任何意义。那这种做出来以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一个坐标呢，啊，给它放一下，看一下它在哪里啊，在中间。它在不在中间呢？我们无所谓啊，其实我们只是为了看它到底具体在哪里，然后呢，再以我们的开始所有应用模块在注释模向导里面找到我们的注释模工具，在注释模工具里面啊，我们找到我们这个创建方块，点击我们产品体的面，这个产品呢，看一下它多大啊，稍微比较大一点啊，450的样子，我们做刚刚这个位置是多少？50，我们就做50吧。这个呢得到了我们一个模人的一个大概大小啊，在这里呢这些数据只能够这个模人的大小呢只是一个参考值啊。然后我们再以什么啊？再以我们的这个模人和我们的产品求个差，求完差以后去除参数最好。然后呢再让我们的模人和我们所做的这一个分形面去求个差。那这样子呢，得到了我们所做的一个前后模人，这个是我们的前模，这个是我们的后模，我们把它拿开。这个位置呢，在我们的产品上面啊，它稍微有一点点问题的，就是说这个位置啊，所以呢，大家只要分开，能够做成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至于那个角的形状啊，那个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确实会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啊这一个分模的一个知识点我们就讲到这里。